大家好，王一博和赵丽颖被黑被损，只有更嚣张，没有更收敛；只有更加的龌龊，没有更加的注意。所以赵丽颖实在是忍不住了，而王一博也无需再忍了。说白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感觉到痛的时候，才会刻意的去逃避那些能够制造出痛感的东西，例如说荆棘，例如说惩罚。这个厉害的赵丽颖更加大力地甩出了一张20倍的罚单，给那些口无遮拦、腥臭无比的粪坑嘴。那么收效如何呢？有没有立竿见影呢？让我们一道围观一下最新的法律判决书吧，我们就能够知道一种叫做底线和名誉严肃性的东西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呢也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晒，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心意。话说赵丽颖出道多年来，给观众们带来了无数精彩的影视作品，而且她还非常热衷于做公益，在不少人的眼中，她都无疑是一位人美心善的好姑娘。但是善良和包容也让她同时遭受到了强大无比、永无止境的网络的暴力。11月10号，赵丽颖终于再度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北京互联网法院终于公布了赵丽颖与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是2021年的8月5号。在该起的案件当中，被告在其运营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众多不仅具有严重人格贬损性质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足以使被侮辱、被诽谤的人陷入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非议与责难当中，严重侵犯了赵丽颖的名誉权。因此，赵丽颖严重要求被告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这个数额对于赵丽颖而言是九牛一毛的小数目，但是对于被告而言却是敲山震虎的大动作。被告方是一个改名叫做毛球炖烂的肮脏的黑粉。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专题提到过，赵丽颖所挚爱的狗狗名字就叫做毛球。您想想看，这个肮脏的黑粉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就已经要多恶心就多恶心了吧。这个家伙在2020年的6、7月份当中公开发表了很多毫无营养价值的却又极尽屎坑尿臭的污言秽语，包括鸡的污秽、坐台犯贱等等，让吃瓜的群众们都相当不适和反胃的言辞，更何况当事人赵丽颖的感受了。这种打着挖坟赵丽颖黑历史的旗号所进行的无下限的人身的攻击，可谓低俗到了已经完全可以扔掉语言的美感和人类的最低底线的可怕的地步了。因此，赵丽颖的一方在起诉书中也专门的提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赵丽颖特别表示说，这名黑粉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了对赵丽颖名誉权的严重的侵犯，让赵丽颖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困扰与伤害。快人快语的赵丽颖能说出这话，证明的的确确已经忍无可忍了。有趣的是，通过这宗案件的前后跟踪和调查，随着法院的一步步的深查深挖，居然连带着拔出了萝卜，还带出了一大坨的烂泥。这位极端口臭的黑粉居然隶属于一个名叫微梦公司的网络服务供应商，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是，该网络服务供应商居然还是谣言大本营微博属下的专业提供客服服务的对口公司。怎么样，说到这儿，您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悟的神奇的感觉呢？
是不是有一种世界太小的奇妙的感觉呢？这么一个口无遮拦、随意喷粪的工具人，背后注定就是一个操控舆论、左右风向的公司黑手吧。而且更加夸张的是，就是谣言大本营所提供的客户服务，居然就是这类的黑手公司所提供的。于是乎，很明显，所有娱乐明星们的狗血和鸡汤，都是这类美其名曰高大上的客户服务公司所提供的。许多自导自演的热搜榜、明星榜、人气榜什么的，都是这些欺善怕恶的网络陀地所把持的、操控的。跟他们玩的主流们，自然会被这些网络流氓呵护和提点。至于说那些不肯同流合污的清流艺人们，自然就容易成为了被打压、被污名的最好的靶子了。所以赵丽颖10几年来日子都没有消停过，就是这些幕后黑手的最终目的了。而黑手们的最终的目的，其实也就是要把这些清流打造成为主流，让娱乐圈大染缸成为容不下任何荷花或者说莲花的统一的大粪池。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您瞅一瞅这些工具人的素质，说话的用词本身就跟乌蝇乱飞、屎蛆横行的粪坑毫无二致。有趣的是，这个工具人被告居然还辩称说自己不同意赵丽颖关于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只是同意书面的向他道歉，还表示说自己造成的影响力很小，自己更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而已。这些干干瘪瘪的理由，您相信吗？一个大学生甘心沦为工具人，你又觉得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总之，法院经过了审理，还是最终做出了最终的判决。也就是说，要求被告在其新浪微博账号当中连续5日的置顶自己的道歉声明，要向赵丽颖公开的道歉，并赔偿赵丽颖经济损失1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也同时驳回了赵丽颖的其他的诉讼请求。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赵丽颖原本求偿25万元，也就是相当于最后罚金的近20倍的震撼力，最终还是成功的彰显了出来。数额虽小，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不断作恶的在校大学生而言，或者说在校工具人来说，的的确确是一大笔不小的数字。我也就奇了怪了，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居然扔掉了所有的礼仪廉耻，刻意的要变身成为一位恶意攻击无辜、肆意侮辱谩骂、毫无大脑思考、完全胡说八道的网络的打手，或者说无脑的工具人，而且还是跟赵丽颖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相距10万8千里的情况下收钱办事儿、贩卖良知的。这种人给当事人所造成的严重的精神困扰之后，居然还想轻描淡写的想书面道歉了事。在我的眼里，这种人说话或者说放二氧化碳都完完全全的不值一文的人，道歉又有何用呢？真金白银才能真真正正的让这些毫无成本的坏人与恶行掂量出自己所赚的那些黑心钱等价于10倍、100倍的昂贵的人生代价才行。这次赵丽颖主动出拳、积极维权的做法，得到了吃瓜群众们的一致的支持和鼓励，这一点都不意外。尊重是彼此的学问，如果犯罪没有了沉稳，这个世界就是罪犯的天下了；如果造谣没有了代价，这个世界就是谣言大本营的天下了。您说对不？如果您觉得这个最新的裁决实实在在是大快人心的话，就特别的欢迎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简单的打入2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正义这2个字。因为事业上只有正义才能让良善继续的
发光发热，影响到别人，并且可以传递出更多更暖的正能量。与此同时，王一博的校园羽绒服事件也有了最新的进展了。真的是世界之大，每天都有意外、惊喜和惊奇。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好玩的东西。对于王一博而言，摊上这件事，说实话也是经常发生的意料中事了。王一博不被人黑也是奇怪的事情，被人黑的话都是随时的家常便饭而已。关心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由于某位网友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关于学生购买班服的视频，随后瞬间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本身其实并不是围绕着学生是否应该购买班服的这件事，而是在于被购买的班服的品牌刚刚好是王一博代言的这件事。因此随着舆论的不断的推波助澜，这把火最终还是烧到了无辜的王一博的身上。虽然发布视频的人眼看舆论愈发不可收拾、不可控制了，随后便在视频的下方回应表示说，校服都是家长自愿购买的，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为。但是这种回应非常的无力，而且欠缺说服力。至于说关于价格昂贵的延伸性的讨论，发布这个视频的人最终再次回应说，校服都是按照进货价购买的，并不是769元的实际的价格。这种逼宫似的一再的回应，很明显依旧无法得到公众的理解。就像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所提到的，背后的水实在是太深了。说来说去，这个小视频能够大火起来，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热爆流量的顶流的人物，就是因为该班服的品牌刚刚好代言人就是王一博，因此这场明显是带风向的炒作的最终的目的，自然的就是负面消遣和最大化的打击王一博了。因此各大黑心的营销号的口水引战、煽风点火，让王一博粉丝要求学生们购买同款班服的话题得到了反复的推波助澜，也得到了巨大的讨论量和关注度。随着新华当地的官微一天之内的及时的辟谣，最新的一波最高规格的官方的说法也跟着杀到了。11月9号，最高的权力机构再次正面的回应了有关班服购买的问题。官方表示说，今后将会加大对校服的采购以及价格等问题的监控的力度，明确要求说不允许学校或者老师强制学生购买校服、班服。最高权力机构的官方的回应很明显也是看出来了这波问题的严重性了。因为问题本来可大可小的，大了相关的人士就要被追责，小了吃瓜群众们就得要解散了，因为一锤定音了。问题是官方虽然正式回应了这个突发事件的方方面面，然而对于那么多官方堂而皇之的用词，您读得出来重点到底在哪儿吗？首先，利用学生应援追星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了，早前就发生过某艺人粉丝利用自己的学生们进行应援打榜的烂事。这些事件追究起来的话，根本就是这些功利者整出来的幺蛾子，他们需要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才是第一波的始作俑者。其二，一窝蜂的把舆论的矛头转移到了所谓的明星代言人的身上，相当的不妥。甚至可以说，在某一方面讲的话，代言产品的明星艺人们因为个别粉丝们的个人的行为而成为了代罪羔羊，受到了舆论的群起围攻和谩骂指责的话，实在是有失偏颇，因为他们也成为了受害者当中的一环。因此心里面有把秤的吃瓜群众们
甚至于心里面有把劲的权力机关，都清清楚楚带风向的背后的目的，以及那些藏在背后的兴风作浪的势力。其三，对于当红的艺人们而言，大家的影响力都是非常的巨大的，因此更加需要时刻的注重对粉丝们的正向的引导，呼吁粉丝们理智的追星，拒绝不良的打榜以及应援的行为。艺人明星们自己以身作则的话，就能够向粉丝们传递出正能量的价值观了。所以粉随正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了。因此一向都以佛系出了名的王一博，到底有没有树立一个号召打榜接受应援的形象呢？粉丝圈中的人心里面个个都是揣着明白的，所以这个事件当中再次牵扯到他的身上的话，实在是欲加之罪的感觉了。所以呢，由于此类针对性极强的狗血的事件最近频频的发生，虽然地方的官微也都有相关的回应，但是总是压不住场面。这次随着带偏方向的舆论潮流不断的升级变化，那个喜欢玩仲裁的社会主义铁拳最终还是迅雷出击，下场表态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实际上是当场喝停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官方的说法都在字里行间，重点必须自己划分，否则肯定会让人有答案的感觉，却没有答案的核心。如果您稍稍留意一下的话，官方的发文当中大篇幅的强调的都是质量监管、质量安全、安全守护、质量帮扶等等等等相当核心的字眼。用2个字去概括的话，不是严惩，也不是严管，而是质量这2个字。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这就是变相为某些正能量的艺人们所代言的那些质量过硬的产品撑腰打气保驾护航。众所周知，王一博所代言的产品的的确确都是口碑良好、信誉上佳的良心的企业。就像粉随正主一样，正能量是相互影响、彼此造就的。这些良性的互动只会让粉丝或者企业或者王一博本人都能够在良性的循环当中彼此的受益，共同的进步。所以这次分管教育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是教育部，这次闪电出面强调质量，实实在在的又是一锤定音的强力手段了。这种一锤定音一下子就让那些肆意抹黑的宵小鼠辈们立马就被封死了老鼠洞的洞口了。如果他们再想兴风作浪的话，只能另外再挖些杜撰些其他的黑材料出来了，再找些其他的黑出口出来了。总之，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明白人、聪明人的。那些特别喜欢搅浑水、带风向的人，很难逃得过那些用心思考、用眼明察的敞亮的人，特别是那些坐在高位、懂得手段的人。正能量不是口号，也不是装饰，更不是高帽，它是每日的行动，时时的操练。越多正能量的人，不仅可以源源不绝地传递出正能量，影响到千万的人，更能在不少关键的时刻抵挡住那些负能量的攻击，消弭掉那些黑心人的诋毁，让天地正气可以激荡，可以影响这个逐世。如果您觉得我的心得体会很有共鸣的话，不妨在评论区当中爽快地打入2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正气，这2个游走于世间当中已经千万年的沉甸甸的字。就是因为正气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无限量的去眷恋、去珍惜这一片邪不压正、邪不胜正的人间乐土和朗朗天地。您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于斐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
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都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憧憬和祝福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包括变数依旧的野蛮生长，以及化身成为主流的王一博。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